这几年路上出现了越来越多芳香疗法的工作室哦，有的人久久去一次当作享受，也有人是因为一些小毛病，抱着试试的心情去桑一下。究竟什么是芳香疗法呢？这个听起来香香的东西，除了能够让我们放松，还有什么作用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芳疗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从古代人类发明了蒸馏的技术之后，植物蒸馏出来的精油以及用精油调配的香水、香膏，就一直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当中。而到了现代呢，使用香水或者是精油，除了代表着时尚跟品味之外，很多人也会在家里面使用精油，营造一个可以放松的氛围。然而，在数千年之前，却有人意外的发现，精油能够拿来减轻一些疼痛，甚至能够治疗疾病，因而发展出了芳香疗法，简称为芳疗。不过，虽然芳疗好像已经存在很久，但似乎一直都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直到最近几年才有越来越多的讨论。那究竟芳疗到底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兴起、没落又再度兴起的呢？今天的这一期就要和大家一起来挖掘芳香疗法的故事。但是按照惯例，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消息哦，我们公司的儿童教育娱乐品牌芒狗狗官网正式开幕了。为了庆祝官网开幕，芒狗狗第1到第6本的绘本限时优惠66折。这6本绘本是我们以芒狗狗为主角所开发的台湾在地原创教材，过去1年间已经在嘖募资创下了2次破100万的亮眼成绩。而最近我们也会推出在4本全新的绘本，在这些绘本里面，我们为不同的年龄层的小孩设定了适合的主题，例如给3到6岁小读者安全过马路的交通主题，也有为7到12岁的大孩子设计学习面对被拒绝的情感主题。目前这4本全新的绘本呢，只有在芒狗狗的官网独家预购，所以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芒狗狗官网网址，带芒狗狗回家，用精彩的故事陪孩子们轻松学习，快乐成长吧。要说到芳香疗法，也就是芳疗的历史，很难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希腊的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的这个医学院的授袍典礼会改编他写的医师誓词来宣誓，作为医生必须遵守的守则。而他就是第一个倡导药用精油的人，他汇集了古埃及人以及古印度人的药草疗法的知识，使用精油加热敷的方法来治病。而在他的带领之下，有许多人开始尝试精油的医疗用途，例如用薄荷油清洁病房，或者是用浓浓的精油涂抹在布上当做口罩，防止传染病。可惜的是，当时由于技术有限，无法检验精油的成分跟品质，只能够透过实验还有观察来了解精油的特性，所以芳疗一直到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几乎都还是在原地踏步。比较大的进展一直要到19世纪才出现。1887年，科学家查尔斯·张伯兰发现丁香还有肉桂精油可以杀死某些会引起炭疽病的微生物，让芳疗领域稍微燃起了一点希望。然而，这仍然没有开启芳疗复兴的大门，因为从1896年开始，欧洲的化学技术已经可以从植物当中分离出特定的化合物，并且也能够透过化学合成的技术生产这些化合物并制成药品。例如，柳树里面可以萃取具有止痛功能的阿司匹林。但是19世纪末，科学家找出了合成阿司匹林的方法，而药厂也在1899年大量的合成这种化合物，并开始大量的销售。但相比之下，基于植物的疗法就显得有点不够力，导致芳疗越来越没落了。那终于到了1920年，芳疗开始了它的上坡路。法国化学家盖特福斯偶然发现了精油的作用，他在实验当中烧伤了手臂，情急之下呢，把手进入到脚边的1桶薰衣草油里面，没有想到很快就不痛了。后来伤口也愈合得很快，几乎没有疤痕。而发现了这个惊人的秘密之后，盖特福斯就开始尝试各种精油的应用，比如在1战期间，他就用精油来治疗伤兵，后来更投入余生研究精油。而1939年出版了一本叫做《芳香疗法》的书。这也是芳香疗法这个词第一次进入了大家的视野。这本书吸引了许多的药理学家还有芳香学家投入研究，甚至衍生出了科学芳香疗法，想要系统的研究如何将精油使用在医疗领域当中。而之后呢，芳疗就在西方世界中变得越来越蓬勃，甚至还出现了国际芳疗师联盟 IFA 推广芳疗的概念。那说到这里那么现在对于使用精油的芳疗领域了解到哪里了呢？这就要从芳疗会使用的精油开始说起了。
很多精油闻起来都带有香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我们之前聊过的香水。但这两个东西一样吗？我们在之前的那支影片里面呢，有讲到香水的其中一个原料就是提炼自动植物的香精油。其实纯天然的香精油也算是精油的一种，只不过因为要用于香水，所以这些香精油呢，通常为了要调香的需要，比较着重在单一的香味，成分也比较单纯。而相对来说，用在芳疗当中的精油则是更讲究组成，目标呢是要调和出适合使用者身体状态的配方。而调制过的香水，因为还会加入酒精啊，还有定香剂，所以呢跟精油差距就又更大了。至于另外一种常跟精油相提并论的纯露，则是像是这个精油的龙凤胎。事实上呢，精油跟纯露都是蒸馏的产物，蒸馏后得到的水溶液叫做纯露，不溶于水的部分就是精油。那因为源自于同样的植物，它们的成分相近，作用也相近，所以这两者都常常被用在芳疗当中，只不过使用上会有一点的不同。比如精油含有比较多的香氛分子，直接接触皮肤可能过于刺激，通常会稀释过再使用；而纯露含有的香氛分子比较少，相对来说呢更加的温和，可以直接使用。那么这些精油吸收到身体里面，真的会有效果吗？这就要从什么是有效开始说起了。有很多芳疗师会使用芳疗来服务亚健康状态的人群，也就是身体介于健康与生病之间的状态。可能健康检查没有问题，但却总是容易疲倦、忧郁的人，透过芳疗来给予他们适当的放松跟舒压。而至于医疗功效的部分，有不少的科学家尝试要从这些植物精油当中仔细的分析鉴定，究竟是哪些成分具有舒缓或是帮助改善病症的效果。也有一些初步的研究发现，的确对于病症的治疗有辅助的效果。那目前在国外呢，芳疗属于辅助替代医学，虽然不属于西医体系，但被认为能够帮助增进健康以及辅助治疗疾病的效果。所以在临床上呢，有的时候也会使用芳疗当作正规医疗的辅助。那既然精油可能有疗效，那我们可以在家自己使用精油吗？什么情况会需要芳疗的专业人士协助呢？通常精油都是由不同植物萃取物混合而成的，那这些萃取物在保存期间内仍然会互相的影响，进而改变成分。所以如果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助缓解症状的话呢，就会需要了解精油的品质跟效果的因素。那当然有不少书籍在教初学者怎么入门，但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学习，或希望有人根据我们的个人状况给予建议，那就可以找芳疗师来引导。所谓的芳疗师是包含了芳香师、精油调配师，还有芳疗按摩技师3种的角色。他们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判断顾客的隐藏需求，比如身体哪些部位特别的紧绷，可能是哪里累积的压力，再调配精油配方，让顾客透过熏香、泡澡或是按摩来舒压。通常一位芳疗师除了在任职工作室的长期培训之外，还能够透过考国际证照的方式来取得身份。那目前国际上面最普及的芳疗教育认证系统有3个，虽然它的考核标准不太相同，但是科目基本上都大同小异，包含精油和芳疗的知识、解剖学、按摩技巧，甚至是药物动力学等等，还要经过实习实战才能够通过获得证照。那如果我没有想要特别治疗什么病，只是想要闻闻香氛放松心情，可以吗？使用上会需要注意些什么吗？那其实有些精油可能会引起过敏，所以首先我们就要确认自己会不会对想要使用的精油过敏。确认的方式可以先滴几滴在手肘的横纹上面，观察几个小时内有没有发热发痒的过敏反应。那如果一切都很正常的话，就可以比较放心的使用。而另外，如果不小心倒了太多的精油在皮肤啊，或者是眼睛、口、鼻的黏膜上面，要赶快用布或是棉花擦掉精油，然后涂上橄榄油之类的植物油，再用冷水清洗，以免灼伤。不过还是有一些身体状况比较特殊的人呢，并不适合使用精油。例如有些精油里面呢，会含有对于婴儿啊、孕妇或者是癫痫症患者有害的成分，那这些呢就要特别的注意，或是特别的询问芳疗师。而再来，如果患有心脏啊或者肾相关的疾病，也是最好先向芳疗师咨询，让他们根据你的状况来提供协助。通常要让精油或是纯露能够被身体吸收，通常有2种方式，一种是用鼻子嗅吸，第二种呢则是涂抹在皮肤上。那如果想要用鼻子嗅吸的话呢，可以使用一些帮助香气扩散的器具，比如像是扩香烛啊、扩香石、扩香仪或者是水氧机。那前面的3种可以直接使用没有稀释、浓度较高的精油，而至于水氧机呢，因为要借着把水分子雾化，让精油里面的香氛分子扩散，所以需要同时加水跟精油在水氧机里面。那如果使用的是纯露，因为本身
身就含有水分子，所以可以直接使用。那如果想要擦在皮肤上，或者是在按摩的时候使用，因为大部分纯露都比较不刺激，可以直接喷洒在头发还有皮肤上。但如果是精油，就需要经过稀释才行，以免过敏或是太刺激。在查资料时，我们发现芳疗之于欧洲人有点像是中医之于我们，历史都很悠久，也都经历过科学跟西医的冲击而渐渐的没落。不过也是因为技术的进展，也有越来越多人尝试要用现代科学的知识跟技术来研究芳疗以及中医是如何产生效果的，试图要跟现代医学和西医接轨。那也因为有一些初步的进展，目前在国外芳疗有的时候会用作是西医的辅助，特别是用在复健医学啊，还有安宁医疗上面。但无论你是想要它的功效，还是只是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放松，提醒大家都要按照自己的身体状况或是医生的建议，选择适合的方式尝试。如果有不舒服，就要停止，并且寻求适当的帮助。好的，那今天的最后想问大家，你曾经尝试过哪一种芳疗呢？扩香竹或是水养鸡在家里就能够做，既美观又简单。比精油泡澡被温暖啊，还有这个香气围绕，再配一个抒情的音乐，超放松。C 找芳疗师按摩，让专业的来屋直观躺平。D 其他留言分享给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会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知道芳疗的历史和入门须知。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香水的历史以及它的挑选指南。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